人类的历史已经变成了居住在象牙塔中的专业人士所教授的刻板教条。这些教条听起来就像是事实一样。罗斯柴尔德集团，他们控制了欧洲，并通过美联储控制了巨额资金以及大多数的主流媒体。他们在19世纪初叶吞并了耶稣会。罗斯柴尔德则是耶稣会士过去2个世纪以来的银行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雅各布·罗斯柴尔德、伊芙琳·罗斯柴尔德、戴维·罗斯柴尔德以及内森尼尔·菲利普·罗斯柴尔德。现在罗斯柴尔德集团的掌门人是雅各布·罗斯柴尔德，他利用与亨利·基辛格的商业关系影响洛克菲勒集团，另外还借由戴维·罗斯柴尔德与奥林匹亚·阿尔多布拉尼的政治联姻影响着耶稣会。欧洲除意大利以外的黑色贵族则隶属于这个派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大多数原先是深锈期的黑色贵族，他们要为亚特兰蒂斯的大洪水负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发现了很多反人类的罪行，比如他们曾经雇佣刺客谋害了西西公主。西西公主曾经利用自己身为王后的影响力，促成了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统一。这项举动促成了奥匈帝国成立，从而给欧洲带来了许多年的和平时光，而且也将世界大战延迟了数十年之久。西西公主所携带的是艾西斯女神的能量。不幸的是，公元189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日内瓦分会下令雇佣刺客谋害了西西公主，她在日内瓦遇刺身亡。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参与了骇人听闻的虐童惨案。在光明势力打击地表黑暗势力网络的过程当中，美国警方逮捕爱泼斯坦则是第一个重大、切实而且成效显著的胜利。大家也通过他被逮捕的新闻逐渐得知世界各地的儿童究竟遭受过何种程度的虐待。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是爱泼斯坦的幕后主使人。林恩·芬斯特·罗斯柴尔德则经常搭乘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到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会资助战争，从而实现自己利润的最大化。比如，罗斯柴尔德派系的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尔曼曾经肃清布什派系的皇室成员，而布什派系的皇室成员则要为911事件负起连带责任。穆罕默德·本·沙尔曼的真正议程则是巩固自身的权利，加强与以色列的合作关系，在中东地区引发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区域战争，这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则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因为如果2个中东大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开战，油价则很可能飙升到每桶300美元，世界经济则会跟着崩盘。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希望则是能在地球重获自由之后全身而退。他们开始推动片面的揭露，并且把所有事情的责任都推脱给洛克菲勒家族、布什家族以及其他阴谋集团的成员。此外，他们想要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制造一种风平浪静的幻觉，防止人们做出能加速转变的行动。而事实上，有很多事情正在幕后进行着。如果大家想要积极地参与转变，除了参与大规模的冥想之外，大家还可以搜集这些阴谋集团高层的个人资料，包括他们是谁，他们做过什么，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的地址，还有电话号码。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洛克菲勒集团的相关信息非常容易获取。如果大家可以用简单明了的方式把这些资料发布到网络上的话，会更好。因为当他们被曝光的时候，他们在谈判当中
就会更加愿意配合，而且会较少使用肮脏的把戏。虽然罗斯柴尔德集团曾经的主要目标是统治世界，但是他们目前只能想尽办法让手上保有一些钱，继续的控制媒体，然后不要被逮捕入狱。我相信，我们是一群患有失忆症的物种，我们已经遗忘了我们的根源和起源，我们已经在许多层面上迷失了太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为了确保所有人类继续迷失，而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还有精力。这是一个投入各种资源，只为了让人类迷茫度日的社会。这个社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人类继续保持沉睡。我们活在这种社会，最终会成为不会质疑任何问题的被动消费者或者产品。